路飞和卡塔库利一战暂时中场休息，路飞因为死挡到了 CD 时间，便挟着布雷在蛋糕岛各地一顿奔跑，躲避卡塔库利，找机会恢复体力。卡塔库利就站在原地，静静地等了路飞10分钟。10分钟过去了，卡塔库利见路飞没到，有点失望。那小子估计是逃回伙伴身边溜了吧。这时，卡塔库利看到了短暂的未来，路飞咆哮着向他展开进攻。卡塔库利转过身，真的看到路飞回到了战场，步伐坚定地走了过来。卡尔丁尼一看，事情并不简单。这个小子和自己单挑毫无胜算，本来他有机会逃走，居然主动送上门，这种对手这辈子没见过。路飞二话不说，直接开打，二人又是一顿没有意义的招式对决。反正路飞的战术就是不管能不能赢，先打他一顿拳头再说。等到路飞累得气喘吁吁的时候，卡塔库利漠然地问道：“你就算逃走，也没人会耻笑你，因为对手是我，你为什么又回来了？比起逃走的耻辱，你要选择送死吗？还是你发现了实力的差距，来恳求加入我们麾下？”路飞站起身来，认真又自信地回应：“别搞笑了，我是来打倒你的。”卡塔库利站在原地，躲开路飞的攻击，又帅又霸气地说道：“战胜我，你才是搞笑的吧？”卡尔说完，瞬移到路飞面前，一拳头打向路飞的脸，将路飞撂倒。二人又是一顿看似激烈，实则拖沓的对招。路飞想到师傅雷厉的教导，只有在极限的状态下，霸气才会进一步提升。路飞大胆地闭上眼睛，用心去感受卡塔库利的攻击，结果不出意料的被卡塔库利一拳头击倒。你让我说多少次，你不论怎么打都毫无胜算。路飞站起身，握紧拳头，我一定要战胜你。巧克力岛，飞机的强势登陆打破了所有人的计划，山神直接飞起一脚，将火车连同拉车的海豹踢向空中。飞机连忙疏散手下，将战舰的甲板空了出来。山这一招龙腾万里，将装着蛋糕的货车准确无误地送上了飞机的战舰。最重要的是，蛋糕没有一点点损坏，这功底堪比载着豆腐飘逸的藤原拓海。这边的欧文看傻了，想我欧文好歹也是司法海豚的干部，什么场面我没见过？土脚踢货车这个场面我还真没见过。飞机的船员也看呆了，维特称赞道：“真不愧是杰尔玛。”山神怒吼：“我不是杰尔玛！”飞机用手枪打断了拉扯海豹的绳子，这里没你的戏份了，再见！气风与飞机团聚，高兴地拥抱在一起，狂飙眼泪。刚刚的几分钟可谓是生死一线，差一点两人就阴阳相隔了呀。欧文一看就不乐意了：“你们跑路就跑路，秀恩爱这可是大罪了，不把单身狗当狗！”欧文沉住下巴，挡在路飞的战舰前面，怒喝一声：“你以为老子是谁？看我徒手把你的战舰掀飞！”飞机的船员完全被惯着欧文的毛病，直接开着旅的战舰撵了过去。只听放屁一样，噗呲一声，前一秒摔得一屁的欧文直接被撵成了渣渣，战舰冲上岛内。戚风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男子站在路边，微笑着向他们挥手。这个男人戚风见过，就是刚刚勇猛地对欧文出手救下自己的人。戚风很奇怪，为什么这个陌生男人一直挥手？难道是个变态？乌奴笑着目送戚风和自己的外孙子离开，满眼慈爱。飞机征得了布林同意后，命令手下将战舰开进了巧克力岛，碾碎了几座巧克力房子。战舰一个甩尾漂移，转个弯向岸边冲去，一路战舰所向披靡，这就是一座移动城堡，横冲直撞。加上战舰360度布满兵力，飞机的手下们对着四周追击的敌方不间断射击，整个战舰无人可挡。海面上，大马海团的国子塔战舰群接到情报后，向被一伙所在的东海岸集合。不过，飞机的战舰明显马力更强劲，冲进海里后，将这些国子塔战舰远远地甩在后面。本来大家以为这样就可以顺利的逃之夭夭去阻击大妈了，没想到海水突然沸腾起来，周围的温度急剧升高，水里的鱼直接被烫熟了。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人，除了远在海军总部的赤犬，就只有欧文了。热海地狱，老子要把你们活活给烫死！欧文把双手插进海水里，用自己的能力不断升温海水。这小子居然不怕海水，你说气不气人？但这不是最糟糕的，最糟糕的事情是，由于欧文将海水的温度升高，随着蛋糕一起预备好的鲜奶油和巧克力的温度也在发生变化，眼看就要融化掉了。这样下去的话，给大妈做的蛋糕就要毁了。欧文这小子现在一门心思只想干掉碾压羞辱他们的贝基一伙，已经顾不得将做好蛋糕送去给大妈了。由于海水的超高温，贝基战舰的外轮被烧得出了故障，一时间无法加速，眼看着就被困在这个高温之海。这时，戚风回来的儿子笑了起来，一边笑一边向岸边摆手。岸边，乌奴挥起一个巨大的木棍，将外面的小喽啰扫飞。接着，他一跃而起，瞄准欧文的脑袋，重重地砸了下来。咔嚓一声，乌奴手中的木棍应声折断，而欧文却连个擦伤都没有。乌奴表示有点慌，这儿子石头做的，脑袋这么硬。欧文沉着脸站起身，转身走向乌奴：“你想杀了你的继子吗？”乌奴恐慌地向后退去，睁开眼的时候，瞥见了远处向他招手的贝刺。这个乌奴还不知道姓名的外孙子，看到乌奴的时候，他似乎就感觉到这个男人和自己有着深深的血缘关系。乌奴突然放下了心中的恐惧，脑海中都是他可爱的女儿和可爱的外孙子。凡是和大妈扯上关系的人，似乎都很不幸，无论是大妈的丈夫和子女。当乌奴还是大妈丈夫的时候，大妈只当他是生育工具。戚风和罗拉降生后，大妈无情地将乌奴踢出了自己的宫殿，甚至连见自己女儿一面的机会都不给他。
时至今日，齐风和罗拉都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父亲。乌努笑着向贝斯挥手，流出感动的眼泪。我没法好好爱你了，你就好好享受爸爸妈妈的爱吧。贝斯笑着向乌努挥手，突然他好像感受到了什么，笑着笑着大哭起来。无论齐风和贝基怎么哄，都哄不好。在乌努的身后，欧文已经举起了砍刀。乌努微笑着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领带，能见你一面真是太好了，齐风。我一直在担心你们过得苦不苦，寂寞不寂寞，真的很抱歉，那时候没在你们身边。虽然有点晚了，但我还是想跟你说一句新婚快乐呀，齐风。船上的齐风一愣，他似乎听见有人在喊他的名字，转眼向岸边看去，已经什么都望不见了。贝斯哭得更厉害了，而岸上，欧文已经手起刀落，砍刀上沾满了乌努的鲜血。由于欧文的双手离开了海水，水温自然就降了下去。贝基趁机指挥手下将战舰的外轮收了起来，乘着海流以最快的速度逃离巧克力岛海域。战舰成功冲出一片迷雾，离开了危险区域。船上的蛋糕也很幸运的没有受到什么损坏，巧克力和鲜奶油都保持着原样，甚至沉着脸看着整个过程，最终什么也没说，只坚定地告诉众人加快速度吧，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。娜美和盛平这边，大妈率领一大队的人马也就追了上来，真是奇怪，明明之前已经把大妈甩了，没想到大妈这么快就追了上来，大概是由于长时间没有吃到甜点了，大妈整个人活活瘦了一圈。盛平擅长掌控海流，驾驶桑尼号，很轻易的将大妈和那一大队的战斗员甩在了身后。无论这些大马海豚的军队怎么加速，就是追不上桑尼号，简直不要太生气。国斯塔舰队瞄准桑尼号发射炮弹，但是他们的主子大妈都处于混乱之中，这些被注入灵魂的炮弹也变得傻乎乎的，弄不清方向。向娜美打听草帽路飞在哪里，娜美随便扯了个谎就把炮弹群甩开了。不过这些战斗员也不是傻子，他们在桑尼号的前面也做了埋伏，很快桑尼号就被前后夹击，被两队人马包抄在了中间。更不幸的是，在前方拦截娜美等人的舰队是由高级干部之一的大副带头，而另一方向将星司母吉也带着一队人马赶了过来。这么多人包围娜美几个人，不得不说多少是有点欺负人了。大副指挥船队调转炮筒，准备将桑尼号一炮击沉。好在还没有进入射程，娜美等人紧急布置了一下战略。现在这种情况也没有太好的办法，只能是一命搏一命，用极限1换1的方式想办法杀入重围。娜美让盛平保持速度向前方猛冲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机会。乔巴拿出蓝波球，只要桑尼号和敌方战船的距离足够近，乔巴就会直接跳过去大闹一番，为伙伴们争取时间和逃走机会。瞭望塔上的加洛特默默地看了一眼躺在乌云中的满月，心中有了属于自己的主意。只要大招 CD 时间马上就结束了，感受绝望吧，凡人们！佩德罗曾经和自己说过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出场的机会，你也一样，加洛特，你一定也做得到的。大副率领船队马上就要进入射程范围之内了，娜美等人做好了应敌的准备。加洛特在塔上喊了一声，威胁着和大家说：“大副那伙人就交给我吧，因为今晚是满月。”盛平一愣：“你要变身月亮狮子？你训练过吗？”加洛特微笑着摘下自己的帽子：“佩德罗帮我训练过了，如果他在的话，一定会这样说，交给我吧。”加洛特抬起头看着满月，心中默默地念叨道：“我也连你的那一份一起战斗，佩德罗。”几秒钟后，加洛特的瞳孔急剧缩小，淡红色的头发变成白色，浑身迸发出电光。原本温柔可爱的加洛特变得好像要破笼而出的野兽一样，低声嘶吼。他长出獠牙和爪子，短短的兔子尾巴变得又长又蓬松，双眼通红。接着，他一声嚎叫，头发喷放出来，身上爆发出雷鸣般的声音。一阵电闪雷鸣之后，一个身材高挑、长发飘飘的兔妖站在瞭望塔顶，瞪着血红的眼睛俯视着不远处的大副舰队。一个小兔子萝莉变身成了兔女郎御姐，娜美等人都看呆了。这就是毛皮族那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啊！全蓝公爵之前告诉过他们，下一次碰到杰克，绝对不会再让他讨到便宜，让他见识见识毛皮族真正的力量。如此看来，全蓝公爵并没有和他们吹牛皮。大副这边的人都是见多识广的海贼，并没有贸然进攻。属下用望远镜一看加洛特的形态，就大呼不妙，立刻上报给大副。月圆之夜，那个毛皮族的小丫头变身成月亮狮子了。大副皱皱眉，传令手下全员戒备，做好近身战的准备。加洛特的瞭望塔观察了一小会儿，接着他一个俯冲向海里跳去，在距离海面只有几公分距离时，突然调整姿态，贴着海面向大副的舰队飞了过去。乔巴和布鲁克看得目瞪口呆，士兵冷静地说道：“现在吃惊还为时过早，击沉他！”大副一声令下，属下们赶紧举起枪炮，但他们的速度太慢了，御姐加洛特简直就是闪电侠附体，这些小溜溜子弹在他眼中就像是0.75倍速的慢放，躲开简直不要太轻松。加洛特一个顺闪来到甲板，接着释放出雷丘的100万伏特，小喽啰们惨叫着倒地。加洛特连续出手，每次出招都带有电击属性，很快将一船的小喽啰干掉，还拆了船上的船舵。这下子船的方向都无法掌握了，歪歪扭扭的向其他方向开过去。大副气得大骂，召唤出了灯油魔人，魔人举起大砍刀砍了过来。加洛特一个闪电瞬移，躲开了魔人刀锋。魔人这一招威力很大，将沿路的果子塔战舰都砍成2半。加洛特呵呵一笑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般的速度在战舰群里来回跳跃，躲避魔人的攻击。魔人的刀锋根本跟不上加洛特，连斩几刀后，几乎将己方的战舰打了个团灭。而加洛特手里则掌握着所有战舰的船舵，
乔巴目瞪口呆，因为他在望远镜里只能看到一阵阵的电光，接着就是敌方已经失控了的战舰。没想到加洛特这么厉害，娜美由衷的赞叹加洛特真的太厉害了。乔巴自豪地说道：“厉害吧？她可是我妹妹。”妹妹什么妹妹，就磕 CP 就完事儿了。加洛特的这一招就是毛皮族独有的强大力量，名为月亮狮子。据说毛皮族在月圆之夜凝视着没有遮盖的满月，就会唤醒记忆深处更深的野性，变身成雪白矫健的身姿。原本变身成月亮狮子的毛皮族会失去自我，进行无差别攻击，而且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战斗，会战斗一整夜直到累死。不过受到训练之后，就会成为非常强大的战斗力。布鲁克被加洛特的身姿和战斗气氛给感染了，拔出自己的浑身丧剑，跳入水中，以非常轻盈的步伐奔向敌方的战船。有这两个人开路，就不用担心找不到突破点了。这名武警船舵保持着航速向前冲去，寻找机会突围。这时，后面的舰队也赶了上来，桑尼号已经进入了他们的射程范围。带头的一声令下，国斯塔舰队装弹射击，数枚炮弹打了过来。乔巴一撸袖子，我也要上了。我是谢幕君，咱们下期见。